谢谢宝宝和贝贝。战维笑道，不过不需要跟你们借钱，七叔自己能赚到钱娶老婆的。你们有这个心，七叔也很开心了，不枉七叔疼你们一场。战牧尘说道，可是我们想快点有个七婶。七叔，还是我们借钱给你娶个七婶回来吧，以后你赚到钱了再慢慢还给我们就行，我们不算你的利息，你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还钱，我们不会催你的。要是我和妹妹的钱不够，还可以跟乐乐他们借。战维好笑，你还知道借钱要算利息啊？不愧是他们战家的孩子呀，这么小就懂这些了。七叔好吗？战维又摸了摸侄儿的头，说道，你们是可以借钱给七叔娶老婆，但是七叔还没有想娶的对象呀，这是人生大事，很重要的，以后要过一辈子，总要遇到七叔喜欢的才行。姨姨，贝贝忽然指着和妈妈一起走在前面的蓝若若，对战维说道，姨姨。战维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蓝若若可以叫他娶蓝若若。战维更觉好笑，贝贝什么都不懂，却会指着蓝若若叫他娶蓝若若。妹妹，蓝阿姨不行。战牧尘对妹妹说道，蓝阿姨好厉害，七叔会被她打的。他觉得他的自尊受损了，蓝若若那一巴掌严重的损坏了他在侄儿面前的形象，一定要找蓝若若赔偿，要蓝若若负责。蓝若若带着海童在酒店附近的几条街道逛了一圈，买了很多东西，她喜欢两个孩子，给两个孩子买了新衣服、新玩具，还买了很多小孩子喜欢吃的零食。海童连连劝阻都劝不了，蓝若若说是她送给两个孩子的，不是送给海童的，不让海童管。海童无奈，只能接受她的好意。逛着逛着，进了一家男士品牌服装专卖店。海童想着出来一趟，给他家男人买2套新衣服回去，还能哄一哄那个小心眼的男人。战印不缺衣服穿，婚前他每个季度都会添几套新衣服，由专门的设计师帮他量身定造。婚后，他的衣服不再是量身定造的了，而是由海童买给他。若是海童忘了给他买新衣服，他就一直穿着海童最初送给他的那几套旧西装。为了不让堂堂战士集团的当家总裁穿旧西装，海童是隔一段时间就给他买几身新衣服，有时候只给孩子们买，没有给他买。他真的会跟孩子们吃醋，酸上一整天，直到海童紧急去给他买回来几套新衣服，才能哄住他。从那之后，只要孩子有了新衣服，海童也会给老公买上几套新衣服，免得一个大男人跟吃孩子的飞醋。海童给丈夫挑选衣服的时候，蓝若若也在挑选男士西装服。她拿了一套西装服看了看，然后看向抱着贝贝的战维。战维看似在照顾两个孩子，实则上留意蓝若若的一举一动。在蓝若若拿着一套衣服看向他的时候，战维心里一喜，蓝若若这是要给他买衣服吗？此刻的战维都忘记他们俩是死对头的事了。战维，蓝若若还真的叫了战维一声，并对他说道，你能过来试一下这套衣服吗？我看看你穿上去是什么效果。战维抱着侄女走过去，嘴上说道，我是衣架子，穿什么衣服都好看的。我知道你身材好，穿什么衣服都好看。这是给我哥买的，但不知道上身是什么效果。你和我哥差不多，让你试试，我就能看到效果了。战维顿时不爽了，不过他没有流露出来，只是说道，你拿着往我身上比划比划，就知道是什么效果了。又不是买给他的，干嘛让他试穿呀？穿出来的效果再好有什么用？又不送给他，比划不出来，你试探一下吗？试穿的效果好，我再买一套新的给我大哥，他拿的是样板装。战维说道，蓝若若，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蓝若若不解，为什么要考虑你的感受？你是我什么人吗？我给我哥买套新衣服，还得考虑你的感受。战维，你是不是想歪了？告诉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哈。
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干嘛叫我试衣服？对，我们是没有关系，但你叫我试衣服，衣服又不是送给我的，我白给你当衣服模特了，连出场费都没有，我这是白干活了，我能开心吗？说说你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咱俩又不是好朋友，要是好朋友，我还可以免费给你用一用。蓝若若竟然被他驳得哑口无言。海童看到两个人又要斗起来，赶紧过来从战维的怀里抱过贝贝，对战维说道：“老七，我抱贝贝，你就试试若若选中的这套衣服吧，大不了叫若若也给你买一套，当做是让你试衣服的报酬。”他还冲战维眨眼，那意思战维懂。蓝若若，战维叫你试穿一套衣服还要给你报酬，你这是金身呀？你知道我分分钟能赚多少钱吗？我给你试穿衣服不用时间呀，那时间用来赚钱，能赚多少钱了？蓝若若，别忘了咱俩是死对头，死对头有事相求，我不要点报酬我都对不起自己。蓝若若，什么都讲钱，你缺钱呀，钻进钱堆里了。我缺钱，刚才我侄儿女还说要将他们的攒着的利是钱借给我娶老婆呢。战维从蓝若若手里拿过那套衣服，往自己身上比划了一下，说道：“这个牌子的衣服倒是极好的，我平时也是穿这个牌子的衣服，你哥也喜欢穿这个牌子的吗？你看看这套衣服很适合我，要不你给我买一套？”蓝若若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战维，我真想狠狠地拧一下你的脸，看看有多厚，你咋这般的厚颜无耻呢？他伸手就从他手里拿回了那套衣服，不用你试穿了，我哥穿上去一定很帅气，我已经比划过了，让你看到了这套衣服的效果，帮到你了，你应该付我报酬。蓝若若气笑了。战维，你怎么不去抢银行？我缺个伴，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抢银行，帮我放风，咱俩平分了，如何？蓝若若没好气的道：“我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不做违法的事。没有伴，那我也不去了，我不抢银行，我就抢你。”战维一副无赖样，让蓝若若更是气得不行。他说道：“你这样的男人还是不要恋爱的好，免得祸害了人家姑娘，童姐还叫我帮你介绍女朋友呢。我是没有恋爱啊，没看我31岁了还是光棍一条吗？”战维看着他笑：“我大嫂向你求助了呀，真是将我最不堪的事情交给你去办，不是存心让你耻笑我吗？不过好在咱俩50岁笑100步，我未娶，你也未嫁，大家都是单身狗。”蓝若若瞪他两眼，拿着衣服转身走开了，不想再和他斗下去，心里却决定了就和上次的相亲对象交往一下。29岁还未婚未恋爱，是容易被人在背后蛐，他可以谈恋爱，要不要结婚以后再说吧。蓝若若还是觉得自己一个人过挺好的。海童见两个人结束战争了，才说战维几句：“老七，你不要老是针对若若，他让你试穿一下衣服给他看看效果，又不会少块肉，这种小事都不愿意帮忙，还气得若若都不想理你了。你这样子呀，我回去后都不知道怎么向奶奶交差，你怕是一辈子都要当光棍了。要不你请10天8天的假回去相亲。”蓝若若走开了，但还能听到叔嫂俩的话。她接过话来：“童姐，咱们都是女人，女人就不要害女人了，她这样的独身最美，别霍霍了别人家的好姑娘。反正是我的话，我宁愿当一辈子的老姑婆，都不会和她在一起。说的我好想和你在一起似的。”战维忍不住又接上话，然后两个人又开始你来我往，针锋相对，最后两个都气得别开脸，谁也不看谁，也不再和对方说话。海童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呀。老七提议他约蓝若若出来逛街的，是他想见蓝若若，可是见上面了，逛着街了，老七的表现又让他哭笑不得。可能是两个人针锋相对多年，习惯了这样的相处方式吧。用蓝若若的话说，两个人见了面，不互掐
他都浑身不自在，总担心战维憋着大招要对付他。最后蓝若若还是买了与那套西装服同款的衣服，一买还是好几套，还有领带、皮带都买了。看得战维那个羡慕嫉妒恨呀，又不好吭声，他干脆也自己掏钱买了几套新衣服。战家的少爷在婚前习惯穿战家预定的社技师为他们量身定造的手工西装。红鸾星开始动了之后，他们就喜欢穿外面买的西装服了，当然是盼着心爱的女人给他们置办一身行头。别说他们的心上人都是不差钱的，给他们买的衣服都是大品牌，衬得上他们的身份。就算心上人买的路边摊，他们也会天天穿，到处炫耀。从专卖店出来，贝贝已经睡着，战维两边手都是大包小包的，再逛下去他都没有办法再帮两个女人提战利品了。没错，蓝若若买好的东西也塞给他帮忙拿着，新衣服不送他一套，却要他给他提东西，说什么让他表现一下绅士风度。若若，我们逛了这么久也累了，今晚先逛到这里吧，改天你有空了我请你吃饭，咱俩再慢慢逛，就咱俩，不带孩子不带小叔子了。蓝若若看看睡着的贝贝，连战牧尘都频频打。何倩知道孩子是累了，便说道，那就不逛了，改天我有空了我给童姐打电话。不用童姐破费，童姐第一次来阳城旅游，应该给我请你吃饭的机会，尽一下地主之谊。他伸手摸了摸贝贝的小脸，贝贝可能累着了，我们今天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到了之后又没有休息，两个小家伙都累了。蓝若若笑笑表示理解，他们的车都停在阳城大酒店，便拦了2辆计程车回到阳城大酒店。战维将蓝若若买的东西拿过去，准备帮蓝若若放上车。给我吧。蓝若若从他手里拿过了那几个精致的袋子，然后看看这个袋子又看看那个袋子。战维忍不住说了句，放心，你买的衣服一套都不少，我没有偷拿你的，若是少了一套，大不了我赔给你。好心帮他提东西提了一个晚上，他不说声谢谢，还在检查，担心少了东西似的。他今晚针对他那是故意的，也是习惯吧，每次见面不刺上对方几句。战维也觉得不自在，怕是今晚睡都睡不着，会惦记没有刺他几句。但他不是爱占便宜的性子，内心深处是盼着蓝若若能送他一套新衣服，却不会去偷。开玩笑，他可是堂堂战家的七少爷呀，个人身家都几十亿了，比不得大哥他们过100亿。但对于很多老总来说，他已经让他们望尘莫及。不缺钱的他怎么可能偷蓝若若买给他大哥的新衣服？虽说他和蓝东晓身高体重都差不多，还是有区别的，两人的衣服无法共穿。蓝若若抬头瞪了他2眼，不说话，还是在查看每一个袋子。最后他从中挑出一个白色的袋子，将那个袋子递给战维。战维本能地接过那个袋子，问他，蓝若若，你这是什么意思？蓝若若没有马上回答他，先将手里提着的其他袋子放上车，他人跟着上车，关上车门，系好鞍，全带准备走人时，才对战维说了句，那套是送给你的，就当作是你今晚为我服务的辛苦费。战维立即打开袋子，往里瞄了瞄，又抬头看他，他却开着车走了。这女人早点说会送一套新衣服给他当辛苦费，他也会表现得很绅士的吗？他偏不说，害得他未能将他的温柔坚持到底。失策呀！战维提着那只精致的袋子，扭身走向自己的车。海童已经抱着女儿，带着儿子坐上了车。战牧尘一上车就靠着车椅背睡着，是真困了。战维笑眯眯地上车，海童见他笑得像捡到了一座金山似的，好奇地问他，老七，你笑什么？大嫂，蓝若若送我一套衣服。战维献宝似的举起了那只袋子，笑得见牙不见眼。若若不是说给他哥哥买的吗？
也给你买了一套。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说这一套是给我的，说是给我的辛苦费，我看他呀是借着给辛苦费，送我新衣服，暗示他对我有其他想法。我就说我这么优秀的男人，他跟我那么熟了，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我的魅力？海童都无语了，明明是他对蓝若若有想法了，还赖蓝若若抵挡不住他的魅力。蓝若若要是听到他这样说，保证抢回那套衣服扔了都不会送给他。战维从袋子里拿出那套衣服，就往自己身上比试，说道：大嫂，不得不说蓝若若的眼光还是很好的，给我挑的这套衣服很适合我。黑色的西装不都是一个样，只要尺寸适合，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你们兄弟几个都是喜欢黑色或者深蓝色的西装，咋没有一个人喜欢穿白色的西装呢？不觉得穿白色的西装更帅吗？像童话里走出来的白马王子，能迷住不少白雪公主呢。战维说道：我反正是喜欢黑色的西装，大嫂觉得白色的西装穿上去更帅气，多买几套给我大哥，让我大哥改穿白色的西装，就怕到时候大嫂的情敌一大堆。可别怪我大哥魅力太强啊，大哥可是爱惨了大嫂的，谁会背叛大嫂？大哥都不会。我有给你大哥买了白色的西装，他偶尔才肯穿一穿，平时还是黑色西装居多。老七，撇开你和若若的过节不说，你有没有觉得若若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是很好呀，哪怕我和她是死对头，我都承认她的优秀。阳城的豪门千金我也见过不少，真没有几个人能有她那般优秀的。她强而不霸，很强势，但不会霸凌任何人。面对对手时也能做到客客气气的。她恶劣的一面真的就是给了我，可能是她嫉妒我比她更优秀吧。总之，蓝若若很好。如果我不是杨泰的老板之一，当初他花重金来挖我的时候，我可能答应了他去为他效力，然后不会成为死对头，就是在地位上他与他无法平起平坐了，而是他的下属。想了想，战维又不后悔自己扶着杨泰走到今天，反正他已经成为杨泰的老板之一，杨泰越来越好，他也能分到不少钱。原先的老板占着一半的股份，又不理事的，只分钱，在公司里他可以说是一言堂。原老板娘想安插娘家人进公司，他不同意，老板娘都安排不了。战维是不喜欢大家往公司里安排亲戚的，他接管了杨泰后，就清除了很多高层管理安排的亲戚，然后重新从外面招能人进公司。每个重要岗位招人时都由他亲自面试，考察试用期过不了关的一律不用，就算试用期过了关，他也会设立考核，每个季度考一次，不达标的要么降职减薪，要么被辞退。现在杨泰的人上至高层管理，下至普通员工，工作都是认认真真的，没有人敢偷懒浑水摸鱼，就怕季度考核不及格会失去一份工作。随着杨泰公司的好转，现在的杨泰公司已经成为阳城热门公司，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都想进入杨泰公司上班。你不努力，大把人努力的；你不珍惜自己的工作，多的是人在旁边虎视眈眈，等着你给他们腾位置呢。只能说，如今这个社会各行各业都太卷了，躺平的人除非家里有矿了，否则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入卷王队伍。你是觉得你们现在这样好，还是你成为他下属好？当然是现在这样子，成为他的下属。我怕他正眼都不会瞧我，跟他斗。我觉得我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让我更想将杨泰发扬光大，证明我的能力比他强。战维倒是没有后悔过选择了杨泰而不是蓝氏集团，他不像六哥那样愿意给六嫂打工，他喜欢平起平坐。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其实喜欢蓝若若不仅仅是喜欢，更是爱。战维，大嫂，我知道奶奶让你当面催我婚，提醒我该结婚了，可是你也不能看到我和一个女人多说两句话，
就把我们看成一对儿呀。海童看了他半晌，说道：你是这样想的。那当大嫂刚才什么话也没有说，开车吧，回家。两个孩子都睡着了。占维哦了一声，开车载着嫂子侄儿回家。回到了占维的大别墅后，他帮忙抱着睡着的占木晨上楼。小家伙已经6岁，早已经自己睡一个房间。占维便给侄儿安排了一间房，房间挨着他的，离嫂子母女俩睡的房间间隔了他的大书房以及另一间客房。大嫂，宝宝睡了，不用叫醒他洗澡吧？不用了，由他睡吧，明天起来了再洗澡也可以。海童叮嘱他要帮宝宝盖好被子，他自己抱着女儿回了他的房间。安置好侄儿后，占维迫不及待地回到他的主人房，然后是穿蓝若若送给他的衣服，站在镜子前反复看着，越看越觉得自己帅气逼人，还自拍了几张相片，然后将相片发给蓝若若，告诉他这套衣服他很合身，如同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问他帅不帅。蓝若若拿着手机看了好一会儿，好笑地回复他：你不嘴贱的时候的确帅气逼人，嘴贱的时候让人自动忽略了你的俊美，变得面目可憎。占维回复他：我嘴贱你也嘴毒且贱，也是很容易让人忽视你的美貌，变成了个母夜叉。忍。夜色深了，他要回家休息，别气坏了自己，影响了心情，从而影响他今晚的睡眠。蓝若若不再回复占维，甚至将他的号拉黑了，等明天气消了再将他从黑名单里放出来吧。反正他经常这样干，是他主动加他微信好友的。他说为了方便和他吵架，